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y。这期的视频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现代人经常有的一个能量问题，以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在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可能 burn out 的人越来越多了，感觉到自己的精力耗竭，感觉到自己好像有一种空虚或者是迷茫的感觉，生活想要有一些变化，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总结了一下，现在我们经常感觉到自己能量不通畅的问题，一般是有以下4个方面可能表现出来的。一是容易 burn out， 2是感觉到空虚迷茫，3是感觉到可能对事情非常的执着，自己想要放下，但是又感觉到放不下。第4呢，是容易有拖延和内耗的问题。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想帮助大家从一个新的视角看一下这些能量的问题，看一下这个能量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它。那我总结上面的这几个问题呢，虽然它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其实它根本上很可能都和我们现代性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症候有关系。我借用中医里面的一个名词来定义这个问题，它叫做阴虚火旺。听到这个词可能感觉到有些陌生哈，没有关系，这个视频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发现这个症结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并且我们一起打破这个循环，一起走出这个循环。我们说到阴虚火旺这4个字，咱们可能先要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阴阳。阴阳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智慧留下的哲学的瑰宝，然后当然也是中医的系统论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哈。但是我常常在网上或者在大家的讨论里面发现，我们并不了解到底阴阳这2个词是什么意思。有的人把它理解成这个就是性别，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是说这个就是什么生死，生是阳，什么死是阴。但这个其实都是感觉到是没有 get 到它的里面精髓的一些看法哈，是有一些偏差的。那到底什么是阴阳呢？阴阳其实指的是一个事物，它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事物，所有的存在都会有的一体两面的一个性质。比如说现在大家在看我的这个视频，在听我说话，那我们这些动作，听的这个动作，我说话，然后我坐在这儿的这个我的用力的方式，然后我手的这些表现，这些是它阳的面。阳指的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发散出来，呈现出来，这个物质的成的这个形，它这个形是什么。那什么是阴的部分呢？阴的部分呢，就是大家为什么看这个视频，我为什么要录这个视频，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什么，大家听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什么样的情绪的感受，什么样的想法浮现出来，怎么样跟着我去一起思考，这些隐而不发的潜能蕴藏着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会做一件事情的原因和我们做它的一些方式，这个 why 还有这个 how， 这些是阴的部分。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阴和阳两面的。咱们看那个太极八卦图哈，为什么它是一面是白的，一面是黑的？其实也是蕴含了这个道理。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光谱的所有的五颜六色的这光汇集在一起，把它全反射，这个就是白色。所有的光汇聚在一起，把它不反射，这个就是黑色。所以阴阳的图是黑色和白色两个在一起。如果我们只吸不散，那这个能量就会变得很沉重。如果我们只散不吸，那这个能量就会变得很空虚，因为它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是说，阴和阳两者是需要来回的这样相互的补充，相互的转化，相互的依托，我们的能量才通畅，才健康。如果阴虚的话，阳是无从依托的。如果只有阴没有阳的话，是一种很压抑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去呈现，潜能无从释放，这种很憋的感觉。但是如果只有外在的形式，只有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只有它的形式是怎么样，没有后面的这个阴作为支撑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很空虚，使不上劲儿，或者就感觉没有这个劲儿。
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也再引申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些就是昆达里尼能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看到过就是练习昆达里尼瑜伽的人，大家会说的一些昆达里尼的能量可能是非常霸道的，是非常强的，是从下往上这样顶起来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魔附着在上面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阴的能量的很极致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的阴的能量，生命的能量蕴含的这种潜能，它为什么霸道？就是因为在里面包含了创造和毁灭的整个的这个潜能的部分。所以它不会像我们从上而下这种阳的能量，我们感觉很温和，感觉哇，就是上面接下来的一些圣光一样的这样的很好的一些感觉哈。它是很霸道的，它就是一个非常接地的这样一个很强的能量。那我们作为有觉察的人，作为 e-spe 这样的生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样的觉察，并且引导这两个能量进行平衡。那现在我们再说回来，什么叫阴虚火旺？为什么现代人大家特别容易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长久以来有非常强的污名化阴，或者是掠夺阴，或者是去榨取阴的这个能量。而在这个上面的这个阳会变得非常的空虚。比如说我们一味追求productivity， 就是你今天是不是高效的做了这个，是不是非常的自律，是不是5点钟起来了，怎么样的一些非常浮于表面的这个东西，而不去问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感觉到迷茫的时候，感觉到困扰的时候，我们不去看这个迷茫，这个困扰可能揭示出来了什么更深层的东西，而是想要说没关系，那我现在就用更多的这个事情把自己的时间表给填满，我就用更多的事情来麻痹自己。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会让我们的阴的这个能量越来越虚，越来越虚。那阴在很虚的时候，我们还强求它一定要有某一种形式，就会出现火旺的症候，也就是说你上火了，就是这个阳是假的，因为你的阴是假的，所以最多只能说是感觉到自己上火了，做了很多觉得还不够，那是不是还要再做更多，是不是还不够，是不是还要做更多，不停的在跟别人的去比较，不停的在害怕，不停的在去想说哎呀我要是不这样就怎么样了，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就这样生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课叫做神圣的休息，我把这两个看似很矛盾的词想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为了这样给大家咱们一起敲一敲这个警钟。只有我们明白阴的力量，回到阴的力量，滋养自己的阴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让这个能量非常健康的继续的循环下去。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说的这个滋养阴一定不是被动的休息。什么叫被动的休息我今天累了一天实在不行了，然后躺在那睡了7、8个小时，然后起来说这不是休息了吗？这个是被动的休息。还有一个被动的休息我忙实在是很累然后发现说忙完了这一阵子任务交差了，然后自己大病了一场，生病的时候必须要休息，这个也是被动的休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种被动的休息，如果人只有被动的休息，没有主动的休息，就是一直都会你的那个求生欲的本能就会一直在那儿很艰苦很艰苦。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有人说我一冥想就容易睡着，哎呀怎么办？我一冥想就容易走神，哎呀怎么办？我觉得像这样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先检查一下你自己的阴的能量。如果你平时就不允许自己做很多的主动的休息的话，那你当然一冥想的时候就会困，因为你唯一让自己感觉知觉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的时候，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或者当你没有很好的去对待自己的头脑，老是让脑子去控制一些你本来控制不了的事情，或者老是强行的要求自己说感觉不对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样的话我们头脑里面当然就有很多的杂音。所以我们今天的这课神圣的休息就是要告诉大家养阴补阴，阴阳平衡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它是非常的神圣的。进入我们养阴可以做什么这个之前呢，我还想再借助这个我们现代的科学，借助神经系统以及我们这个情绪调节系统的这个信息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说养阴是很重要的。
我们3大情绪调节系统呢，第一个情绪调节系统，它是我们的 drive system， 也就是说让我们去寻找一些资源，比如说我学习取得好的成绩，升学，然后或者说我工作，然后升职加薪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属于在这个 drive system 里面的，以这样的一些我得到什么成就这样的一些动机去做。那我们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我就会感觉到感觉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调节情绪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方式。第二个系统呢，是我们的 threat system， 也就是威胁系统，就是说当我感觉到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会突然一下肾上腺素爆棚，对吧？就被吓到了，然后肾上腺素爆了，然后可能来打一仗，或者我跑了，然后我离这个要么战胜这个危险，要么远离这个危险，怎么样？然后帮助了自己，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这种皮质醇呀，这种肾上腺素啊，这种压力相关，然后这种战斗的这种反应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激素，来帮助自己调节自己的一个状态的。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2个系统它都是属阳的，它都是有很强的向外表达，向外去寻求，向外去扩张也好，或者向外去成就一些东西。我们第3个系统是安抚系统 soothing system， 这个里面所对应的是比如说像催产素呀，像内啡肽呀，这样的一些让我们感觉到愉悦，感觉到放松，可以让我们就是进入 rest and digest 这样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激素。那在这个里面，在安抚系统里面，我们是比如说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安全的链接，安全的 attachment， 或者抱抱自己的小猫小狗啊，这个时候会有这个状态。或者是说我就是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有归属感，感觉到 I belong， 感觉到在感官上面我得到了一些舒缓，得到了一些这种自己在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只有这个系统是属于阳阴的。但现在呢，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息爆炸，当代的信息爆炸，再加上有太多的这种电子的东西，然后电子的东西里面也有很多像社交媒体上面的东西，有很多它都是只是刺激我们的，就它不讲什么很多的一些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就是刺激你的感官，让你突然一下有一个反应，吓唬你一下，或者告诉你说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其实也是会诱导我们在这2个 system 里面，就是一个是多巴胺的这个，还有一个是我们肾上腺素，这2个 system 里面转来转去，甚至于可能说我们加了班之后回到家想到的休息就是自己还在那刷手机，所以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休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讲神圣的休息，阴的休息，阴的补足和滋养是多么的重要。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怎么样主动的休息，怎么样练习神圣的休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注意到 being 的这种状态。咱们就以现在我们在这儿我在讲，然后大家在看我的影片，这个东西我们来作为一个引子好了。现在请大家观察一下你所在的这个空间，请你注意一下这个空间的边界在哪里，有哪些有意思的光影在这个空间里，尝试去注意到一些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或者呢是把注意力慢慢的放到自己的身体上，去感觉到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躺着或者坐着或者站着的，有没有能够注意到说我的一些姿势是我无意识的就以这样的一个姿势，但它并不是最舒服的，那我可以调整一下。我的脚在干什么，我的手又在干什么，放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刚才的这个练习就是帮助我们从 doing 状态切换到了 being 状态。那我们刚才说了，任何的一个瞬间，任何的一个事情，它都是有阴阳两面的，所以就看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 letting it be， 我们的 awareness 放在说去觉察到我的这个 being 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阴的这一面。相反的，如果同样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想进入这个时间，并不想进入这个空间，我就想在这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checklist 1、2、3，好 Cathy 现在讲这个神圣休息法，我就像完成任务一样1、2、3，那不管你做了多少，你其实还是在做很阳的那一面。
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我们把这个态度拿捏。第二个呢，我们的休息的方法就是通过调节感官来休息，那尤其是通过调节一些我们平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感官。我们平时比较注意到的感官是什么？听，对吧？然后看，然后说话，这种是比较容易的。不太容易注意到的是，比如说闻，请你闻一下现在你的空间里面有什么味道。我能闻到我的蜡烛的味道，因为我在点那个香的蜡烛啊。你可以，如果你有一个精油啊，或者是任何，或者就是擦手的护手霜的任何的带香味的东西，可以轻轻的闻一下，或者其实没有味道也是一种味道。很少有东西是完全没有味道的，基本上都会有一点点的味道。光是咱们刚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就是我在闻说什么味道，就这么一个动作，就几秒钟，不要小看它的力量，我们的大脑已经突然一下切换模式了。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小 tips， 就可以在一天哪怕是很忙碌的一天里面，充分的让自己有时间去休息。比如说如果我今天非常忙碌，我可能只有10秒钟休息，在这2件事情之间，我就一般会选择把我的那个香薰拿起来，然后轻轻的这样闻一下，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率，可以让我一下子我的状态就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如果喜欢泡茶或者喝咖啡的话，也可以借助这个瞬间，我们把注意力放在 OK， 现在这个茶的温度是什么，或这个咖啡的温度是什么，把注意力放到它 being 的状态，而不是 doing， 我这样喝完了之后然后去开会了哈，就是 being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反正我也要等它凉嘛，对吧？这样感觉一下这个杯子的感觉和我的手在一起，它的这个重量的感觉，我这样轻轻的闻一下，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小的瞬间，我们注意力轻轻的放在阴的那一部分，其实就立刻获得了一个养阴的一个神圣的休息的瞬间。还有一个呢，是结合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做的，就是洗澡。大家可能每天都会洗澡，或隔天就会洗澡哈。那在洗澡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其实稍微调整一点，也可以立刻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效果。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洗澡也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洗澡洗得跟打仗似的，洗完了出去了。今天在洗澡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个这样的练习。首先哈，我们比你平时洗的这个时间，如果你平时洗的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们有意识的 allow more time， 允许自己稍微长一点。比如我平时洗个10分钟15分钟洗完了，我们稍微多洗个1-2分钟，我们知道 allow more time， 这样我们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并且在洗的时候时不时的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当我们一闭上眼睛，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自动放在比如说这个水的感觉呀，然后我做这个打这个沐浴露呀，这个洗发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呀，我碰到自己身体的感觉呀，就会一下子回到这样的一个感觉上面去。然后试着去感觉一下这个触感，对吧？这个沐浴球在我身上这个感觉，我的自己的手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感觉，然后闻闻它的味道。大家用的这个洗浴品肯定都是可能多少都会有点香味哈，闻闻它的这个味道，让我感觉怎么样？我喜欢这个味道吗？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水温，在洗的时候一会儿可以把温度稍微调的比你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然后也可以调的稍微低一点，大家控制住这个量，不要烫到自己啊，也不要着凉。但稍微有一个变化的话，我们的感官一下子就变得感觉到有东西我可以再依托在上面，可以这样更好的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时空这个状态里面。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洗澡的话，我们才真的可以洗一个 restful shower。大家在练习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现我们休息的质量和休息的时间的长短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不一定说我让自己休息的时间长，我就真的感觉到 restful， 更多的是真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在哪。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如果升起了一个焦虑的声音说，哎呀，这样会不会是在浪费时间呀？别人都怎么样，你怎么这样？如果这样有一个焦虑的一个声音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轻轻的告诉他说，不，我只是在真正的进入时间，真正的进入时间，真正的和时间和空间在一起，真正的存在在此时此刻，这并没有什么可浪费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思维休息。咱们刚才说了感官的休息现在我们再说说思维上怎么样去休息。思维上面休息呢，也就是回到思维的 being 的状态。我们的思维想很多的事情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东西，去做计划也好，去反思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好，那它的休息的状态呢，其实是回到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好奇心、幽默感、
这样的一些态度上面去。比如说我们可以就带着纯纯的好奇心和享受去读一本书。读这个书不是要有什么用，也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爽的爽文让我自己可以代入，然后感觉说哇好爽，不是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好奇很有意思，就是我感觉到了理解一个东西的快乐。不管这本书讲的是自行车修理还是宇宙的原理就让我感到说好有意思呀，有什么用，会不会跟别人聊起来，不是重点不在那儿哈，就在于我的这个快乐的感觉。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做一做城市的探索。比如说我有一天我今天有一点时间，我不着急回家，我就在比如说在公司附近呀，或者在我家附近呀，往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拐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就往那边去拐，去看一看这一片，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小店。我不是说一定要看到什么，或者说一定要买什么，我就是去发现它，去感觉到说这个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其实离我很近的这样的一部分也在城市的这个地方存在着，把自己的这个回到这种好奇心的感觉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到一种幽默的感觉里面去。比如说当我们在想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我自己很喜欢的如果我想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想的感觉到有点卡住，想说好像暂时不是很知道这个，我会就是不自觉的就开始讲笑话就开始找到这一刻的幽默感，就会觉得说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幽默感是很有意思它帮助我们就天然的就会去切换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再 productive 了没有关系，我先讲个笑话，然后很有可能灵感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很有意思。当我们的思维不再很紧绷，不再要求一定要做出来什么的时候，它反而可以自然的流动。而自然的流动的力量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有各种的天马行空，有各种的奇思妙想，有各种的四两拨千斤的一些特别巧妙特别微妙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发现。那前提是我们要先让它可以休息下来，恢复这种弹性。那最后一个技巧想跟大家强调的呢，就是自然疗法，回归到大自然和大自然在一起。在这个里面也有2个小窍门。第一个小窍门呢，是我想请大家去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或者说工作的地方的附近，比如说有一个小公园也好呀，或者就是路边的一个地方，它是有自然环境的，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树，或者可能有一个草坪。在这个里面呢，请找到一个你的新朋友，比如说我可以指定一棵树，说好我要跟这个树做好朋友，或者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能看到一点小河呀，然后是一个草坪好，我要跟这个环境做好朋友。那这个练习的特点在于经常的回到同一个地方，和你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这个练习很有意思就是每次就是别人教给我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也想说这个有什么可练的，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也这样说这样好吧，我试一下。但是你练了就会发现非常的妙，非常妙，那个感觉就是会真的和自然的一部分形成一个越来越亲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然后这个东西会 somehow 会帮助我们的能量很好的落地，让我们找到一个落点。这个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比较大的城市生活的话，就特别需要这个。不需要是一片森林一棵小树也可以，一个小的花丛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小技巧。第二个小技巧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大自然里找到一个地方，站在那儿或者坐下来，做一个风的方向的冥想练习。这个练习字如其名，就是感觉在这个地方风的方向的变化。我们很少在自然界里面是没有风的，很少很少，基本上99%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说风在某一个方向在吹着。那当我们和这个风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我们把我们的觉察轻轻的放在它上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它是这样的，然后它会变化，然后它可能会突然一下变得猛烈，然后又会什么时候变得温柔。和这样的这种无常变化在一起，其实就是以一种方式去感受自然界里面能量的自然的流动。那我们感受这个感受的越多，
多，对这个越来越接纳，我们当然也会对自己的自身的能量的感受和接纳越来越多。那今天的这些小技巧小窍门的部分就是以上的这些，也希望大家说可以想一想有什么是属于你的，有什么在我的这个 list 的基础上面有哪些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好的融合在我自己的生活里的。这个方式越 customize， 就是越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越是你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就越适合你。所以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试一试。那视频的最后呢，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属于阴的身体扫描。这个身体扫描的练习呢，和一般的身体扫描不同的点是，我们会注意去看到身体的阴面，也就是身体的背面，也通过这个来帮助我们去尊重阴的力量，回到阴的力量，滋养它，也请它滋养我们。首先呢，请你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在我们头后面，就做眼保健操按揉风池穴的大概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可以用手轻轻地拍一拍这个后面，我们就明白是这里。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在脑后的这个位置，然后叹出一口气。现在邀请大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脑后的这个位置向下慢慢的滑动，滑动到脖子的后面的这个部位，也就是和我们的咽喉相对的后面颈椎的这个部位，感受到我们的颈椎和两侧的肌肉正在我们的脖子的背面如何支撑着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意识继续往下滑，滑到上背部和心脏相对应的这个后面背部的位置，在这里停留几个呼吸。我们感觉到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后背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后背配合着这个呼吸的动作。再轻轻地叹出一口气，注意力沿着脊椎向下，从后背部来到中背部，也就是胃的这个相反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轻轻地动一动身体，更好地去感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慢慢的在这里晃动一下身体，感觉到这里的肌肉在支持着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好，我们向它表示感谢，然后随着下一口轻轻的叹气，我们的注意力再来到下背部的位置，也就是和我们的腹部相对的后面的这个位置。这里下背部的肌肉也是不断的帮助我们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动作，比如说坐在这里，躺在这里，或者是站着和走路的时候，我们的下背部都在有所配合。好，我们现在的注意力慢慢的滑到脊柱的最后一节，然后沿着脊柱的最后一节感受我们的屁股的状态。我们的屁股的状态可以轻轻的收紧或者是放松它。好，我们再轻轻的叹一口气，感觉到大腿的后侧慢慢的滑到膝盖的后侧，小腿的后侧，脚脖子的后侧，一直滑到我们的脚底。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脚底，然后深深的吸入一口气，想象这口气一直吸到脚底。好，再叹出来。好，再来一遍，深深的吸一口气到脚底，
再弹出来。好，再来一次，一直吸到脚底。再弹出来。好的，我们就在这个状态里面再稍稍的待一下。刚才我们的注意力在身体的阴面、身体的背面所滑动，我们感谢身体的这些部分，虽然它们可能不是平时我们常常注意到的部分，当我们完成的每一个动作，我们每一个行为都一定有他们的全力配合。这让我们明白，阴的力量是无时无刻都在这里的。想象我们每一次吸气，吸入养分，把养分藏在身体里，这都是阳阴。再转化，然后呼出，把能量放出去，这是阴为阳之母，把阴的能量转化成阳的行动和表达形式。慢慢的呼吸，理解我们是这样可以觉察到能量，可以调和它们，让它们相互平衡，相互去容纳和转化，这样的存在。你可以在这个状态里面再待一会儿，直到自己感觉舒服，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当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追一个答案，只需要回到你当下的生命能量里。呼吸，心跳，在我们的脚底，在我们的脊椎根部，这是黑色的根基，这里安静，却孕育一切。